大家好，我是梁海源。很开心啊，来给大家开场啊。说是开心，其实很紧张，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站上过脱口秀节目的舞台了。我上一次在脱口秀节目的舞台还是3年前的脱口秀大会第5季。我当时在舞台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脱口秀大会”。说完脱口秀大会这个节目就真的再见了，一语成谶啊！我自己都有点害怕，我觉得自己特别像那种得不到就毁掉的变态。但这次不是比赛，只是开场，压力就小了很多。开场嘛，说不好我可以说我又不是来比赛的，说好了我可以说我也就是没来比赛，便宜他们了。实际上，如果演员1年只用讲5分钟段子的话，是很容易保持水平的。这2年我们整个行业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了，什么赛道都有人，什么人都有赛道。我说我已经不比赛了，我应该没有赛道了吧？他们说你是那个输不起那个赛道的，你那个赛道除了你还有张博洋。但其实我是总编剧那个赛道的，今年我也是节目的总编剧之一，就图你们这个。我今年没有参加比赛，但是我问过很多选手啊，怎么样才可以赢得比赛？他们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赢的人说只需要努力，输的人说只需要运气。我觉得他们的答案都有点片面，努力和运气都只是比赛的一部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编剧团队的智慧、才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这句话是我们编剧团队一致要求我加上去的。其实都说每年的比赛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高考，我其实很佩服大家，年年都来参加高考，年年都来争大王，对吧？有的人拿了大王还要再来争大王。原来对于学霸来说啊，最大的乐趣不是考上清华，而是反复考上清华的过程。我觉得大家目光其实可以放得更长远一点，不要老盯着大王，对吧？领校员也可以争啊，大王只有1个，领校员有4个。而且我帮大家研究过了，领校员需要4个品质啊：专业、热爱、幽默、高情商。有1个可以提名，有2个可以入选，有3个可以常驻，4个都有的话那就厉害了，你还可以去卖牛脆脆。领校员不喜欢的话，主持人也可以争啊，说不定大家喜欢一些更瘦一点的主持人呢。其实说实话，我也喜欢比赛，我只是不擅长而已。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喜欢的和擅长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痛苦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就有一个脱口秀演员，虽然他是脱口秀演员，可是他最喜欢的是说唱。他也以为自己很擅长说唱，还非要去参加一个说唱节目，不到1分钟就被人淘汰了。这个事情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你知道吗？因为往年啊，都是我们脱口秀演员嘲讽人家说唱歌手，今年脱口秀演员送上门去被人嘲讽了。我们能怪他吗？不能，对吧？他太喜欢了，甚至连他的名字我都不好意思在这个段子里面透露。反正大家听完就哈哈一笑吧。委屈了，委屈了。所以喜欢不一定擅长，擅长也不一定喜欢，都很常见，对吧？我也不例外，因为今年是我在现在这家爱喝酒的喜剧公司第10年了。10年我一直在这家公司做编剧啊，我很擅长做编剧，可是我不喜欢做编剧，因为当年这家公司的老板找到我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说的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脱口秀的天赋，你愿不愿意跟我来上海做明星？当时整个行业只有王自健一个明星，李诞都还不是明星呢。面对这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有可能在诈骗。我脑子里面只有一句话：事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我肯定是个千里马了。
但我得给伯乐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呀。现在10年过去了，我没有成为明星，我用了10年的时间接受了这个现实，他不是真正的伯乐，我有可能还是千里马，对吧？我以前心态不好的时候，我还会 PUA 自己，我会跟自己说，我不是什么千里马，我离千里马还差4码，我只是个996码。但这2年呢，我不 PUA 自己了。我觉得就算我不是千里马，你也不是什么伯乐，对吧？我们可能只是阿凡提和小毛驴。当然，阿凡提也有很成功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节目这么多年，还是跑出过很多千里马，对吧？他们非常优秀，非常厉害，对吧？有多优秀呢？有一些非常的勇猛，他们会在两军交战的时候，他们会一骑绝尘，冲向对方的阵营，加入他们。而小毛驴呢，每年总是被安排去做编剧，所以成了总编剧。甚至有人说我只适合做编剧，不适合做演员。但是没比赛这几年呢，我做了一个专场，叫《坐在角落的人》，不羞愧的说，还算挺成功的。然后巡演了2年，现在已经上线腾讯视频了。我觉得我已经找到自己喜欢也算擅长的事情了。哎呀，我特别开心。所以朋友们，不要听你们老板的，不要听他说你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你们听我的。你适合现在打开腾讯视频，观看梁海源的专场《坐在角落的人》。这句话是对屏幕前的人说的。有人问专场是什么？专场是1个小时，没有 PK， 没有点评，没有后采，也没有广告，只有脱口秀的脱口秀。这里没有说有这些是不好的意思。如果你在看专场的同时你还能打开美团点闪购，给自己点一些饮料、零食、冰啤酒，只要30分钟，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坐在角落的人。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好的观众，他看完这个专场会过来跟我说：“海源，谢谢你，现在欠你一张演出票。”我很感动因为上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还是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呢。星爷可能不在乎，但我是真的想跟你们要因为下一个专场我已经快写好了。不比赛就是写得快目前的进度已经是99%了。名字也起好了，大概会叫坐在角落的小毛驴。具体的演出信息到时候会发在我的小某书和我的短视频账号上。额外提醒一下，这个进度99%，采用的是拼夕夕的算法。最后想跟大家说，不要想着寻找和依赖什么伯乐，人真正的伯乐只有自己。谢谢大家。你们好，诸位。我发现现在出去玩一趟比上班还累。放假前先得调休，非要调的话，能不能让我自己调？我上半年先把50多个周末放完，下半年就调明年的。都调完了，我也快60了。再想出去玩，我就请病假，老板也不敢开除我。N+60，他们赔不起了。我每次做好攻略那一下，已经不想动了，就知道这一路要遭多少罪，酒店会涨价。机票抢不到，景区厕所门口排1万个人，我女朋友那边排2万个。我能带出多少行李还要被飞机限制？什么21寸10公斤？我有时候就琢磨这个标准是咋定出来的呢？又有体积又有重量。你是要卡我密多？我拿笔算了一下
0.23。知道什么东西的密度是0.23吗？棉花呀。啥意思？我带的这1箱衣服里，只要有1件不是纯棉的，就交钱了。我有时候也想穿一件的确良的衬衫啊。就这点额度就够你自己出差用的，跟女朋友出去玩肯定不够用。这时候往出扔谁的衣服呢？关键是扔我的衣服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你们也知道，男的衣服本来在行李箱里也不占地儿啊。我们那个衣服在箱子里都是液体，就负责给行李箱美缝用的。就是人家是带了一双鞋啊，我才可以多带2双袜子塞里边。我哪带过鞋呀？我有时候换洗衣服都不够用啊。但是人家要带那种热水壶，跟我说酒店的热水壶有人在里边洗内裤。他要不跟我提这个信息啊，我都没想到热水壶里可以放内裤。我想多带2条内裤。他听完给我一顿骂，挨骂之后我一路也没跟他说话，嘴里边塞着袜子呢。主要远方这种东西靠近之后反而会击碎你的幻想。去西藏之前就觉得那儿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到了之后我只想在诊所里边吸氧。哎，我昏迷那个状态，听黄龄那首《痒》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肯定是在西藏写的。你就听那歌词吧，来呀，快活呀！我是背着氧气瓶上的雪山啊，那天风没给我吹死啊。他们一个个穿的都是冲锋衣，我就几件纯棉的衣服。哎，把的确良衬衫套上都不管用啊。当时我就知道这衣服为啥叫的确良了。但旅过游的都知道，就算再狼狈，朋友圈必须是精装的。我在雪山上气儿都喘不匀了，还是放下氧气瓶去找手机啊。朋友以为我要写遗言呢。我发了个朋友圈啊，小小雪山拿下。我朋友更装，掏出了高脚杯，没有酒他纯装杯啊。说酒不重要啊，想喝的时候可以打开美团点闪购，30分钟都能送。你想装到位，肯定还得出片嘛。我之前是不卷颜值这个赛道的，就这帮脱口秀男演员啊，很难让你有容貌焦虑啊。好不容易有点焦虑啊，互相看一眼，好了。但最近这个丑男联盟出叛徒了，有人学会化妆了呀。我们找的同一个旅拍啊。摄影师拍完说让我们一起瞅瞅，我说我们原来是瞅瞅，但有人已经帅了。我挑了半天，一张满意的也选不出来啊，就在那块嘟囔啊，这张太好看了不像我，这张太像我了不好看，就没参与修图这个环节啊。但 P 图这个事儿，你自己要是不参与，朋友是真不管你啊，都给我 P 弯了。但咱能接受啊，这作品咱自己没付出努力嘛。我有点接受不了朋友圈它有评论功能啊，那帮脱口秀演员嘴多脏啊。有一个人用一句话，没有脏字儿就把我们照片里所有人全骂了。
他说感觉这张合影里呀，就秋瑞最像他自己。我也想过变帅啊，但录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们丑男联盟最好看的时候了，也是服装老师最绝望的时候。人家别的工作都是10个晴天啊，全员加速中，然后是我们啊，对比太明显了。之前工作像过节啊，现在工作起来全是节节。主要咱这个节目还老淘汰好看的，衣服架子全走了，剩下我们这些衣服篓子。好看的衣服我们还互相试哈，你穿上挺丑啊，要不我试试？服装老师都懵了，说这衣服吴磊穿的时候也不丑啊，到底哪儿丑啊？后来这个答案是我在小某书上发现的，你要不用一次这种脏东西啊，都不知道咱这张脸后边能接这么多贬义词啊。说我面中扁平，口角下垂，鼻孔外露但鼻基底塌陷。我要在小说中看到这一段外貌描写，我还以为这玩意儿是个娃娃鱼呢。你把这么多好词都留给我了，真遇到丑人的时候你用啥呀？绝美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个大结局，这不是拿你当底了，把我当底了，没防住，你拿他当朋友，他拿你当底了。周瑞，大家好，我是小帕。我录这个节目其实特别高兴，因为节目让我遇到了你们，但也有一点小小的憋屈，真的好多东西不让讲，怕吓着观众。之前有个段子，我想写大自然中有那么一些螳螂，就是母螳螂会吃了公螳螂这个事儿不让讲，说女观众害怕螳螂，男观众害怕被吃。很多诸如此类的愤怒什么的就不让讲，就感觉这个节目它装不下我的愤怒，我的愤怒是个42码的愤怒，这个节目是个36码的节目，就脱口秀的水晶鞋我穿不上，但我真的好想穿，好想穿，因为只有穿上这双水晶鞋才能参加那个大年30的舞会。其实之前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听过说啊，小帕听你段子不敢笑，怕笑了有损功德。你上我这儿攒功德来了？那你去哪儿笑呢？去庙里啊？看高僧拼盘？管轮回叫 callback 啊？虽然我让大家不要害怕，但最近真的遇到了一点点让我害怕的事情。前段时间特别高兴，我上了鲁豫老师的播客，非常开心，聊了我的过去。大家听了我的播客之后，对我的态度就开始变得有些柔软。首先是贾浩，我跟贾浩认识有一些年了，我非常喜欢他。我们之间的日常沟通就是哥这个写不出来这个东西，吭哧半天写不出来。他说那写不出来别写了，非常正常。我们之间就是这么沟通的。他突然有一天过来跟我说加油，妹妹。那一刻我就知道，播客上线了。播客之后，紧跟着就是节目播出了，我收获了更多的心疼。好多人说哭了，还把自己哭的照片发给我。我看那个照片，我都纳闷，我们之间是不是有点快了？我不希望我的观众难过，我赶紧安抚他。我说，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你看我刚点了个60块的外卖。他回我一句，哦，你还在吃外卖。我不习惯这种柔软，朋友们，我这辈子都在和命运硬刚，我在和生活打个你死我活，我个西北战狼，阿苏如今。突然有几万个人说想抱抱我，上一次有这么多人想抱抱的，
还是琳娜贝尔。我和琳娜贝尔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琳娜贝尔是7宝之一，对吧？她有6个好朋友，我也有6个。节目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都是啊，好心疼，笑不出来。我理解，观众在关注我的过去、我的经历、我的童年、我的梗呢。没有人在意，朋友们，这些梗都是我连夜写出来的梗啊。经过多少次自我否定、推翻、重建之后写出来的梗，有时候太着急了，写不出来，人真的会哭。我就一边哭一边加梗，一边哭一边加梗，我就哭加梗。写那个稿子的时候想，哦，这个新鲜的双关，细腻的类比，爆炒一个转折，咱们再点缀少许的谐音，这不得给他们吃点好的？没有人在意，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像一个绯闻缠身的明星一样说出那句话，请大家多关注我的作品。我觉得心疼是一种很珍贵的感情。所以能不能把这个心疼放在我需要的时候，咱们再统一心疼我？比如，我拍抽象广告的时候，上一秒还是我的脱口秀后采，山河还在为我流泪，说我看见了小帕眼里的恨。下一秒，为什么追我？写了那么多，最好笑的是这个广告，这不值得心疼吗？这个广告的弹幕我看了，没有一个人心疼吗？没有哪怕一个人在弹幕上说，哦，好心疼，为了挣点钱，这种东西都拍。我害怕应对别人的心疼，一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二我也害怕别人觉得我在卖惨，真不是我卖惨，这节目他都要这个，他就专门找这个，你们知道吧？有时候他着急了，他都骑着3轮，拿着大喇叭，他就挨家挨户，他都吆喝说穷人。说残疾人，有时候来晚了都被爱奇艺收走了。这个好。另外，我也害怕观众心疼了之后就不敢笑了。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的工作就是用我悲惨的过去去写段子。脱口秀是我应对悲惨的时候的另一种描述的方式。如果你们笑了，我只是拥有一个悲惨的过去，你们不笑，我就是拥有整个悲惨的人生。我跟你们讲，脱口秀演员，如果下次你们再看到任何一个脱口秀演员用悲惨那种很惨的经历写段子逗你们笑，你们就放声大笑，就放声大笑。我跟你们讲，这个功德它不亚于放生。很多人说听了我的童年红了眼，我特别理解，毕竟很多同行听我的经历，他们也会眼红。比起怎么回应别人的心疼，我更了解怎么回应别人的嫉妒。别人心疼我，我不知所措；同行嫉妒我，我也没有太努力啦。父母的功劳。我吃了这么多苦，我不知道该拿这些苦干什么。如果一定要拿这些苦干点什么，我打算拿它来开玩笑。因为总不能拿苦来说教吧，对不对？节目播出了之后，我有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不知道从哪儿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啊，跟我说，哎呀，你能有现在，就是因为你过去吃的苦啊，你不要忘本，之后继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用着我仅存的一丁点素质，我跟他掰扯这个事儿。我说，吃苦这个事儿，它最多算是有利有弊，对吧？你不能只看见它的利，你看不见它的弊呀。对方开始跟我掰扯。这不都是利吗？这哪有啥弊啊？哪有啥弊？我说你不就是吗？说了那么多，只是想告诉大家，不用心疼我，我已经被看见了。真正需要心疼的是那些看不见的，比如黑灯。他们管我。以这个段子为例，他们管我的笑话叫地狱笑话，我不认同，因为没有笑话的地方才是地狱。谢谢大家，我是小帕，谢谢。别太高，这要超级业了。
我跟豆哥得死一个了，得死一个了，有点难了，后面还有霸哥了。哎 ，Frank，大家好，我是哈哈。操！我最近被那个无理淘汰以后，我不是磕巴啊，淘汰我以后，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我想明白了，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他就不喜欢跟人起 beef。我喜欢 peace and love，我不喜欢指人鼻子然后骂。我没有办法像我 homie KL 刘聪一样那么霸气的喊出，哎，对，他是我 homie， 是的。哎呀，藏了一点哈圈的人情世故被你们听出来了。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很霸气的喊出，把那些敌人全都杀光，颠覆他乡。我没有办法喊出这种话来，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杀人要偿命。我这种性格的人，我就只适合用幽默和生活轻轻交手。像我们这种喜欢 peace and love 的人啊，信奉的是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碰到冲突就退让，然后回家一边喝那个闷酒，一边在那感叹：“我可真幸福呀！”喂，刘聪吧，有敌人出现了，我不敢跟人起冲突，但是在电影院啊，碰到那种后排踢凳子的人，我还是会咆哮的，我会发出我们幸福者的咆哮。第二排的观众根本就没有亲亲，我再吼一嗓子啊！我虽然害怕冲突，但我又喜欢看。有一年3月8号吧，我跟我老婆在超市领完鸡蛋，回家路上看见两口子在那里吵架，我就先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在那个花坛那里，然后拨开人群钻到第一排，我在那喊，我说算了喽，算了喽，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的人一多，吵架的人就更起劲了，眼瞅着要打起来了，我赶紧过去，我就先把那个男的抱住了。我不是正面抱的，有点暧昧，我是在背面，我这么把他一挂住，像个他的书包一样，我把他一挂住。他老婆一看她老公被抱住了，就开始偷袭她老公，打了好几拳，有点隔山打牛，都有点打到我了。我说老婆救一下，救一下。我老婆也从人群里钻出来，把他老婆也抱住了。哎呀，我觉得看热闹真的不要凑得太近了，朋友们，你很容易变成热闹的一部分。一堆人看着两口子背着我们两口子在这里吵架。他们在这吵的时候，我才听明白怎么个事。那个姐妹说，她老公打麻将还是做生意，赔了家里几十万，然后也不出去上班，每天就躺在家里面的沙发上面，就这还好意思抽那25块钱一包的芙蓉王。哇呀，这姐妹讲故事的能力太强了，有细节有情绪，真的好抓人，我都听进去了，没抓住人。她老公红着脸就过去就是一拳，然后她老婆真的就是能说会道，然后闪避也点满了，一个摇闪就躲过去了，打到了我老婆。那男的反应也很快，他基本上那个就是个连招，左手直拳接右手道歉。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该死，打死我算了，你们打死我算了。我真的，我这个脑子跟不上这么快的转折。我当时脑子里面还在想，我说哦哟，这25块钱的一包烟确实抽的有点太好了，就是。我老婆就突然已经被他打了，然后他还跟我道了歉了，而且最可气的就是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跑到第一排说算了喽，算了喽。
这下也没有办法打他了，我师出无名了，晓得吧？所以我就只能拎着鸡蛋，牵着我老婆，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一句，我说你下次给我注意点。我就回家给我老婆炒了3个鸡蛋补身体。每年3月8号啊，我老婆就说她现在这里胸口有点痛。她跟我说你好像从来没有爱过我，你在乎的只有那点土鸡蛋。那土鸡蛋你保护的蛮好，你给它藏到花丛里面。害怕冲突，但是生活里有些冲突无法避免。有一年夜里10点半了哦，楼上还在搞装修，我老婆说你上，这孩子还要睡觉啊，我就上去跟他们硬刚，为父则刚，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就像 A2 紫药 HMO 96倍乳黄金，真正硬实力，续航母源，自护力。这个 flow 对我来说有点难。那你学习能力蛮强的。背了好久，赚点奶粉钱啊，你体谅一下。我要保护他，然后我就上楼了。我上楼这会儿，那个又没搞装修了。我怕我一冲进去，他说搞完了，那我又只能说，那你下次注意点啊。我想抓个现行，晓得吧？我就在门口一边等他们搞装修，一边开了一盘手机麻将，一边打牌的时候，其实我一边在构思，待会儿怎么吵，因为我没有跟人起冲突的经验，我不会即兴吵架，我这脑子里写剧本呢。我说待会儿我先冷冷的给他看一眼时间，然后问这个点还可以搞装修未必。他肯定讲不出话，我再跟他说你这个是扰民的行为，我是可以报警的，但我觉得邻居一场没有必要搞得这么难看。然后我用手指他一下，关了门，我像打了胜仗一样回去。他觉得我是个硬茬，我老婆夸我是个爷们，我的孩子为我唱起了父亲的赞歌：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别走了。这就是我当时打麻将的脑子里面过的剧本。我当时晓得 action 了。咚咚咚，我一敲门，门一开，很震撼。师傅手里拿把大电钻。我说行，等一下我就不用手指他了啊。但是该演的还要接着演嘛，我就恶狠狠的，我得给他看一下时间。真的不该打那一盘麻将的。我忘了把那个屏幕切回去了，我就恶狠狠地给他看了一眼我的牌。有画面了。他看了半天说，我不会玩这个呀，这就。我那一下一看，哇，怎么是个麻将？我心里想，我在他脑子里是个什么人啊？半夜不会打麻将，跑上来问他是搞装修的。我那戏全乱了，我就像个人机一样开始重复同一句话。我说：“你可以别搞了不？可以别搞了不？你别搞了，你可以不？”我就像那个杂技抛球一样，把这句话的主谓宾啊，在我这里倒来倒去。别搞了，可以不？你可以别搞了不？他看我这样，就像哄傻子一样开始哄我。他说：“我再搞一下就不搞了啊。”这话能哄孩子，但哄不了一个父亲。我当时把门把着，哇！我说你再搞一下，老子就报警。关了门我就出去了。我在门外面，我都站在家门口，基本上我出了一身的汗。我真的很少跟人起这么大的冲突的。我刚刚可是跟他说的“老子”2个字，这话有点太重了，我觉得。他万一生气了，等下拿那个电钻滋老子怎么办？我的天！虽然这个冲突还没有发生，但我已经想好我的幸福退路了。他万一冲出来问我你是谁，老子你跟我说清楚，我就说你听错了，师傅，哥们儿，亲爱的，我说你要老子。太奇怪了。
我有可能考虑联系警方，我是。然后我又开始在构思第二条退路的时候，我老婆跟我打电话了，她说你怎么还没回来？我说我刚刚差点跟人打起来，老婆，怎么样？楼上没搞装修了吧？我老婆说没搞了，啊，回来吧。我那一下才意识到，哇，那我应该是吵赢了。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奉行幸福者退让原则，但是那一天我才意识到，退让其实不幸福，吵赢了最幸福。我那一下好开心，我跟我老婆说：“老婆，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家里还得有个爷们儿？”我老婆说：“是的，老公，你真的好爷们儿的。你要那年3月8号也这么爷们儿就好了。”现在我哈他。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毛豆。选周杰伦多好嘛！真的，我比赛太难了，第4轮了，都没有素材，越来越卷。以前提到穷啊，只有何广智啊。前几轮这个比赛比的高寒、瑞瑞、小四爷一个比一个穷啊。我说我参加的是变形记嘛？就我这个体型，我在台上讲，我从小可穷了，没有人信呢，真的。全都穷，只有呼兰哥和徐志胜在到处问别人要不要资金周转，真的。没素材逼得我有点失心疯了，真的。我爸上个月给我打电话说他出车祸了，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前提好啊，你展开讲讲。他说没事，就前2天被车刮了一下，那个人怕我是碰瓷儿的，赔了我800块钱。其实我一点事都没有，给我爸乐坏了。我说啊，一点事都没有吗？那你这不就是碰瓷儿吗？我家真的不算穷，我家01年就买车了，12万全款，真的。哎呦，真的，幸亏我爸出手果断，第2年就买不着这么贵的了。我爸是把本来攒着买房的钱就买车了，很难想象那个年代面对着家里的阻力和压力，我爸用了多大的魄力才做出这么没有智力的决定，真的。不是，我爸说他2年就能把钱挣回来。这台车只是商业帝国的起点，死丢丢街的第4个 case 就被交警控制住了，帝国覆灭。真的，我爸据理力争，交警在那通报说这有个人在这开黑车，我爸说我这是个白车呀，交警说好嘞，哎，这有个精神病在这开黑车。后来就不干了，每天给我妈那个服装店来回拉衣服，每天负责拉布布。别人看见都说：“哎呦，家里有车真方便。”我妈说：“对呀，家里要是有个家就更方便了。”一直到去年，我爸车里的爹味有点太重了。我现在在上海想家了，我就打一辆特惠快车，真的。臭车是我的乡愁啊。车刚买的时候，我爸把它当宝贝一样的，出毛病都自己修。有一次我在车上玩，那时候我才9岁，就碰了一下那个车，他给我好一顿毒打呀！这都是我原生家庭的创伤啊，真的。前2年我才知道，那次是我爸正在车底下修车呢，我给他手刹松开了，我就应该有创伤，我差点撞死我原生家庭，真的。我小时候还觉得那个车挺大的，现在那个车我要想坐进去，那驾驶员就得出去。我爸比我轻不了几斤。去年我回大连，我爸来接我，我和我爸只能进一个。我们在停车场研究了半天是保大还是保小。后来我使劲塞进去，他都挂不上档了，那个档把在我这左下腹。我给肉抬起来让他挂档，我俩给车都塞满了，像午餐肉一样，真的。有次我妈开车，我爸在副驾驶，我在他后边，那个车都歪过来了，前面摆那个财神都斜着点头了。我妈给方向盘一松手，车原地就开始转弯了，真的。我偶尔也开那个车，每次开都有一种骑在一个老头身上的感觉，他每个零件都在交换。他是个 SUV 啊，现在已经是 AUV 了。我一上车就是哎呦喂，哎呦喂。完全驾驭不了，转向系统都老化了，方向盘你得使劲拽才能转弯，转向灯只能左转，这边右转的按下去它就抬起来，那个车跟郭碧婷家一样，这不只有向左。
去年我爸说左转的也坏了，我说那就别开了，开出去只能开直线，这哪是车呀？这不是狙吗？这不是？真的手刹也坏了，手刹也是，手刹停车嘛就往后溜车。大连这个地方除了山就是坡，你知不知道？停车得拿砖头塞在那个轮胎底下。前年我回家看着我爸在地上找砖呢，还跟我打招呼。我说你干啥呀？他说我停车。我说哪有车呀？他说啊，他车我刚停的。哎，我车呢？我家车溜没着呢。他去追，我就在后边喊：“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不行，器具保帅吧？真的，感觉那个车在唱歌是吧？下个路口再见吧。后来就把砖头放在那个扶手箱里了，扶手箱里拿着比较方便。后来有次出去办事儿，一停车，那个保安大爷特别狂，老远就来，这不让停。这边停，去那边，那边停。我爸也没听着他喊啥，下车就拿着块砖头。你说啥呀？他就说你停那儿，停那儿吧，停那儿。零几年刚买的时候，那时候就我家有车，真的特别骄傲。那个时候我爸每次开车来接我放学，同学们都在校门口，我就开始演，哎，我爸爸去哪了？我爸爸去哪了？啊，我爸爸在车里呀。我也不走，就站在车旁边，挨个问同学走不走，走不走？送你啊，走不走？哎，你住哪？火车站走不走？火车站走不走？确实有些东西是在基因里面的。我爸就骂我臭显摆，什么玩意儿，真没有出息。他还骂我家到学校总共200米，真的，总共200米，车都不用掉头，是吧？直着开过去，倒车我就回家了，是吧？他非得拉着我围着小区绕一大圈再回家。见着熟人就，哎，老张，对，12万，原装发动机，我送你回去啊。老张懵了，你是谁呀？我问你了吗？我姓刘啊，他说。路过公园，我爷爷正和人打扑克呢，在那看见了就骂他，你看我儿真没有出息，买个破车到处显摆。完，你们有车吗？一会儿我让他送你们回去。现在这个车真的毛病太多了，我上次开那个安全带还解不开，系上之后解不开了，打电话问我爸，我说安全带怎么坏了？他说对呀，安全带坏了，你开车自己注意安全啊。雨刮器是最神奇的，他那个两个雨刮器啊不同频，下雨就感觉有2个人在我窗外击剑啊。他自己给修好了，修好之后不击剑了，也不刮雨了，下雨他妈刮2下就翻起来了，我感觉那个车在求雨啊。我爸说他现在一听声就知道这个车哪坏了，开着嘎啦嘎啦嘎啦响，这就是变速箱坏了；开着当啷响，这就是那个底盘坏了；开着嘣一声坏了，他也不知道哪坏了，他想下车看看吧，也下不去，安全带坏了。而且车老了，每个部件的缝隙都越来越大，都特别大。我爸本来那个车座底下藏了3000块钱私房钱，也不知道掉到哪个缝里了。20年底，我妈服装店倒闭，想给车卖了。车贩子说：“你这个破车最多就值2000块钱。”我爸说：“那低于5000我们不能卖啊。”车贩子说：“你这个破车哪块能值3000块钱？”我爸说：“我要找到哪块能值3000，我2000块钱就卖给你了。”16年他还捡便宜给那个车装了个2手的中控屏，太次了，那个屏幕就这么大，对不对？他来接我，那个屏幕一亮给我吓一跳，我说爸，怎么接我还开计价器了？收费啊！中控屏用了2、3年就开始卡了。19年我第一次相亲，拉着个女生，我也紧张，我想放个歌，那个倒霉中控屏我玩命点，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就接着开车。过一会儿屏幕自己开始动了，吓那个女生一跳，说你车里是不是不干净啊？我以为他说车上烟味呢，我说对呀，我爸整的，说叔叔也在车上呢。但是我每次跟我爸吐槽这个车，他都说啊，咱这个车虽然老，咱是日本原装发动机，有啥不一样吗？该坏不一样坏啊。中国发动机坏了是嘟，日本原装的坏了是哈基米马西达，斯密马塞。还说什么日本匠人精神，我爸比他们匠多了。他上次那个车都在路上都抛锚了，还在那日本什么原装发动机绝对没有问题。我说20多年了，什么破发动机啊？我爸说你说什么？他那个眼神好像在问我，你怎么能这么跟皇军讲话呢？18年我退伍回来，想拿退伍费给他买个新能源的车，他又是原装的坏不了。他说发动机就是什么日本匠人的良心，没过2天又抛锚了，良心大大的坏了。车老抛锚，他老让我下去推，拿我当牛马呀。他不想用新能源，他想用牲口，真的。
我爸说他当年买这个车就冲着这个发动机，他现在都有点反制了，跟我说发动机就是越老的越好。我说那最好的发动机就是瓦特发明的那一台呗，是吧？真的01年，上海房价才3500，我爸12万买个发动机，我爸脑子是真瓦特了。这两天他开的比较少了，车基本上停在那儿，也没人修，也没人洗，碰瓷儿都不碰我家车，碰完还得洗衣服着呢。洗车基本就靠下雨，雨越大洗的越干净。去年大连下了场特大暴雨，小区都淹了，洗的特别干净，都不知道飘哪去了。我站在楼顶好顿找啊，老远就看这个车越飘越远。我说完了，这个日本原装的发动机是不是要回日本啊？他雨刮器还在那招手呢，撒尤那拉。车泡完水之后，也终于就是彻底报废了，也开不了了。正好我也在家，一块跟我爸去办的报废的手续。就在给我递棒的时候，工作人员说：“你别看你这个车不大，都快2吨了。”我以为我爸又要说的那个破发动机了。他说：“对呀，车是不大，但是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啊都在里面了。”工作人员说：“大哥，那我懂你，但你和你儿子先下来呗，就是，你俩得有半吨了呀。还有你这个砖头是干啥？压秤啊？”最后我俩在那个报废厂看着那个车一点一点的被拆解、压扁、运走，好多人生的回忆都涌上来了。我没见过我爸这么难过。他说：“孩子啊，妈，我那3000块钱也在里面呢，是不是？”谢谢大家，我是毛豆。太脏了，他自己把自己占满，感觉打那个玩具枪，打。对。嗨，各位好，我是小齐。我还没习惯你们的热情啊！我来上海真的挺颠覆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时尚的一个人。谢谢，我知道了。因为我中专毕业就在理发店开始打工，你知道当时太潮了，头发青一块紫一块，大家给我外号叫做小大张伟。青一块紫一块啊，回来。当我来到上海，我看到那真正的时尚宠儿，我看到他们我会自卑呢，我会紧张。那天我碰到一个哥特美女，问我说：“你有没有火？”当时我特别紧张，我说：“我给你买一个去。”但现在知道怎么回答了，对吧？再问你说你有没有火，我说等节目播了的。播了还是没火。啊，谢谢。哦，你们真有情商。很多人说上海排外，我觉得没有，这不到处都是外国字吗？外国人来了走不丢，我一个中专阅读障碍总走丢。你们都想象不到我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地儿，就是因为那个牌子呀，跟我朋友发的那个英文店名对不上，牌子是大写，手机是小写，我就找了3圈，我给我自己蠢笑了，我感觉上海排中专。真的，我觉得我们不是蠢，我们就是性格纯良。但我不是真正的纯良，真正的纯良是国民白酒。国民白酒老村长，真正纯良酒，好喝不上头，不排外，更不排中专，让生活更开心。但是上海的生活其实也有一段不开心，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女孩。一些感情生活，没想到中专还有感情生活吧？我挺自卑的，因为她特别时尚，我俩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我俩已经一起手拉手逛黄浦江，她靠着肩膀叹再见爱人。当时我觉得我恋爱了，但她说我们在 date。我听到这个词一点也不伤心，因为我没听懂这个单词。我们中专也叫纯中文专科。而且我还是个东北人，东北没有这些概念，你知道吗？东北只有说什么处不处。date 是哪个阶段？我妈总问我，都没法跟她解释，你知道吗？我妈中专都没上过。我要跟他说再逮他，他逮你逮他干啥呀？我觉得上海很聪明，你懂吗？就把很微妙的东西翻译成英文，就变得很体面，对吧？搞暧昧 ，date， 瞎溜达，
你们也知道啊，天天搞暧昧瞎溜达还骂人 ，rapper。什么呀？替哈哈槽出气。date 真让人很有危机感，因为我查了，这里面可以多人 date。后来我想，我俩应该是1对1，因为多人他应该说是 dates。我懂点儿，但也会乱想。我每次约他吃饭，他说没时间，我总感觉他跟别人 date。你也不好意思直接问，说什么你前面还有几桌？我特别希望能有个盼头，在家等着，随时有个声音通知我，就那 A21。对的对象，请您吃饭了。我真的很想快点转正，所以我对我自己很有要求。我觉得他可能喜欢我的幽默，不然他图啥呢？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每次约会咱至少24个梗，我笑死他。我让他知道，不只有西方的约会文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24笑。但真的很难，上海对我来说太陌生了都。他领我去吃饭那个地方，某印良品，我都不知道这个杂货店能吃饭。上海太奇怪，我很紧张。他特别好，主动点单找话题，点了一个生火腿温泉蛋凯撒沙拉，比英文都难背。他说我平时的饮食就是一种白人饭，哎，你呢？完了，中文也听不懂了。凭啥叫白人饭？某印良品不是日本的吗？有美军基地就叫白人呐。东北的中专生都爱国。东北战狼。不怕你们笑话，我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麦当当，但那帮演员说这是黑人饭。我说我老爱吃了，我很难受。我虽然不知道什么白人饭、黑人饭，但我知道白人贩卖黑人。发现没法交流，他说的我不理解，我理解的我不敢跟他说。我咋说？他说我喜欢白人饭，你呢？我说我喜欢黑人饭。主人奴役我。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只能在疯狂的吃，然后硬生生的夸赞食物。我当时情商高的跟何炅老师一样。就是那种吃一口然后哦。哎，谁说这火腿生啊？这火腿太棒了。但是大家知道这饭其实不好吃。我从他眼神我看出有点浮夸，我开始强行找话题。我看那生火腿温泉蛋沙拉，我突然脑袋一抽，我说那凯撒呢？他说凯撒是酱。啊，你看不愧是日本呐！你看凯撒大帝来了都变成了凯撒酱。疯了，今天疯了，神经病！谢谢你们笑了，还好他也笑了。那是那天24笑的第一笑，嘲笑。我以为是嘲笑，但他笑完突然说：“你还挺可爱的。”完了，要被奴役了。后来确实我们都在一起了。别磕，不甜。我们每刻都在试着跟对方共情，但是从来没有同频过。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说了一些我中专听不懂的话，然后就走了，说什么鸿鹄燕雀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说这些鸟话。可能是有些鸟注定要飞走吧。我希望天高一点，所以拜拜。我是小齐。好，大家好，我是小快。还行还行啊。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啊，因为比赛到这个程度，所有人都在发愁，写不出来稿怎么办？演砸了淘汰怎么办？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到处问，哎，我要是拿了大王怎么办？当时他们的反应比你们要热烈很多，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这个行业的地位啊。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5年前我第一次上节目，讲了一个拆二代的段子，之后总有观众问我为什么不再来上节目。其实我每年都来啊。感觉就像没有来。我的地位是脱口秀如来。也会有一些火眼金睛的观众发现我如来，他们觉得我不如不来啊。确实，在很多观众眼里，我就是一个实力欠佳的选手。但如果大家换一个角度，在选手眼里，我是一个最理想的对手。你们想一下，参加这个比赛，老选手实力强、粉丝多，不敢打；新选手攒了那么多年硬段子，不好打。这个时候扭头看见我在旁边，一脸兴奋地问别人：“哎，我拿了大王怎么办啊？”当时眼睛就聚焦了，目标也清晰了，咽着口水说：“还得是我快哥啊！有资历没能力，来自北京的老 baby。”最难得可贵的是，出道5年还没有什么粉丝，你就知道淘汰小快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大快人心。只要你在挑战我之前再多说一句话，小快老师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演员，不仅能赢，还能赢得体面。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对手，可遇不可求到什么程度，连刘仁成都想选我。他跟我参加的都不是一个节目呀，啊！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啊，跟我这些年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年节目，我前面那个选手讲的巨凉无比，凉到什么程度？我看他的时候也聚焦了。当时那个场面，任何人上去让观众笑1次，直接晋级。我上去以后，观众笑了3次。第1次，嘴瓢了。第2次嘴瓢一着急忘词儿了，第3次忘词儿一着急跟这个提词器说：“你给我往下拉一点啊，季老师。”对手晋级以后啊，心悦诚服，拉着我的手说：“神了，还得是我快哥。”也是在那一天，我终于意识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我说了啊，我其实是脱口秀之神，不太敢相信。那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经常有观众看完我的演出之后，会发自肺腑地说：“小快真挺尬的。”哎呀，这是怎么来这个？把这个灯开了吧？你想拍？我真拍不了这个。是不是又有这种感觉了？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因为脱口秀之神他不是最好笑的，好笑的那个叫大王，但是大王他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而脱口秀之神只会用尬的 bless you。什么玩意儿？听不懂了我。其实我对这个行业的贡献啊还不止于此。确实，普通观众看我就是觉得尬，但是你们要想，如果是一个热爱脱口秀、
但是因为怕尴尬、自卑、脆弱、敏感的中专生看到了我的表演，他得受到多少鼓舞，心中难免会燃起一个想法：讲成这样，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啊？脱口秀就是以这种方式开枝散叶的。我在脱口秀界负责打窝，你知道吗？打窝好，每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我就是每人。而且这个不是我编的啊，不是我编的。当年在北京，邱瑞、童漠南、徐志胜都是看了我的精彩演出之后，才毅然决定拯救这个行业的。去年我没有参加节目，结果你们也看到了，很多演员都选不到心仪的对手。他们只能招更多的人来参加比赛，人越招越多，最后弄成2个节目了。为这件事儿，我自责了1年多呀。神和人一样，经常自责，也是一种病，神经病。就这个梗，又会鼓励到很多人。今年我重出江湖，行业震荡。有一个俱乐部老板请我吃饭，跟我说：“快哥今年上节目，能不能 PK 我们的签约演员呀？”可笑，竟然想以凡人之力左右神明啊！这真挺好玩的，真挺好玩的，我没见过。我当时就拒绝了他，我说我今年还打算拿大王呢。没想到，他竟然非常支持我。他说：“你要是能拿大王，我把俱乐部都给你。”我也没想到支持的力度这么大。更令我意外的是，支持我的俱乐部还挺多。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今年拿了大王，我将得到长沙校门、宁波蓝梗、成都过载、大连会校、云南不止、苏州莱塞、青岛上课、武汉开饭、上海四校高校、沈阳搞笑圈、杭州会说笑、福州福利社、北京喜翻加密以及效果文化的全部股权。一场豪赌。那我们就在投资了呗，开了。赚我的钱，哎，投资很。坦白讲，我对拿大王这个事儿，本来看得很淡。我现在就是想看这些资本家颤抖的样子，你知道吧？第1轮我晋级以后，他们说侥幸；第2轮他们疑惑；第3轮我去神了。很多俱乐部老板已经开始慌了，跟我说：“快哥，你今年不会真要拿大王吧？”只有效果的老板镇定自若，说：“大家不要慌，相信我，小快一定过不了这1轮。”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我当时就感觉资本要给我做局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啊？有。那咱们就一起做局资本，好，洗牌这个行业格局。而且我告诉你们，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办事向来体面。如果我拿了大王的话，不会亏待大家的。到时候我手底10几个俱乐部，你们看演出要是再花钱的话，我不是人。坦白讲，刚才说出这番话，我也曾经犹豫和彷徨过。
就是这样公然的跟大家要票，是不是对其他选手不太公平？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这些选手，他们有的人天生就比我聪明，这公平吗？有些人长得就好笑，这公平吗？有些人在比我聪明并且长得好笑的同时还出身穷门，这公平吗？那我拿自己的钱给家人们谋一点福利，怎么就不公平了呢？太傻了！不行，快给我进半决赛了！冠军！啊，还有一段呢，还有一段呢，不用了。而且，大家也知道，脱口秀这几年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我在这儿可以郑重的做出承诺，如果我今年当选了脱口秀大王的话，你们可以把对这个行业的改进意见全都发给我。别的不说，咱们一起 make comedy great again。谢谢大家的收看。我咋接呀？这大事不好了，朋友们！来，各位，想改革这个行业就投票给他。来改票！来，很正光啊！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谢谢2楼的观众，你们好，谢谢，这是我妈妈的作品，我会向她转达你们对她作品的喜爱的，谢谢大家，我是张俊，很开心能够见到大家。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最近交往了一个男生，她非常喜欢。我问她你喜欢这个男生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生很破碎。我说啥意思？他是商鞅啊。上来就搞这个啊！我对破碎男没有意见啊，好，我有一点意见，有些男的我感觉他破碎是装的，就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吸引人家注意力了，所以只能利用同情心，就是装的。看见姑娘走过来就往地上一躺，其实我原生家庭特别不幸福。这是你装你。嗨，你要真的去拯救他，你试着拯救他，你会发现他压根儿救不起来，因为他的破碎是装的，你叫不醒一个装碎的人。但是你可以相信他，打开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边的茄黄就行，汤底浓郁，酸甜鲜美，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破碎这个品质不需要努力才能达到，它要求你集齐所有恶习的同时又一事无成。这很简单，你想破碎你就熬夜，你就喝酒，你不用在店里喝，你在马路边喝，你打车去上海街头5米能看到10个。你要破碎，你工作能力要差，你最好不要有正经工作。破碎男倒是还蛮看出身呢，还蛮看出。如果你是学电影、哲学、艺术，你毕业以后定向破碎。你要在搞民谣，那你太破碎了。你搞民谣，你是万岁爷。可是他贴心，他体贴，他善解人意，最重要的什么？他没有直男癌。我说前面我都信，但是直男不可能没有直男癌，无非是癌细胞多少的问题而已。每个男都知道我在说什么，都别装，都别装。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父权是一种核弹。它炸了以后，每个人体内都有辐射，没有人可以幸免。有些考公大省辐射太强了，有些考公大省那就是父权的切尔诺贝利。我那辐射太强了，那些地方。我上次坐高铁经过这个省，我出来以后想生个儿子，给我吓坏了。我一直开到上海，喝2杯咖啡才缓过来一点。经常被核弹炸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在这片废土上面，基因会癌变，癌变的基因会遗传。如果你想知道你有没有直男癌基因，你就往上查，
就如果你爸是男的，你就有，肯定有。我查了一下，我爸就是男的。奇怪的很。癌症嘛，就是早筛查。我是90年代末期出生的直男，我的直男癌发现的比较早，属于是1期癌症，可控。我现在每天要抑制癌细胞扩散，我刷一刷小母书就好了。别人说你怎么老看小母书？我吃靶向药呢。再早一点出生的可能就是直男癌晚期了。之前有一位女导演的女性主义电影在北大放映，然后有个男教授在台上评价女导演年轻漂亮，这种就是直男癌晚期了。一般医生会建议你放弃治疗，就是想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吧，你等他死了就好了。但网友们没有放弃他，当时网友们用大量的脏话去治疗他，算是一种化疗。算是化疗。就是你早点注意的话，你不一定有直男癌，你可能只是直男炎，主要症状就是老发炎，懂不懂都有一番高见。这种盐系男孩说话喜欢滔滔不绝的，听我说完啊。觉得自己说的话别人都听不懂，你们懂我意思吧？喜欢预测未来的，哎，你们以后就懂。我不是圣人啊，我并不是圣人，我有直男癌。为了不让身边的人不舒服，我有的时候会试图隐藏我的直男癌。比如我女朋友很喜欢在地铁上看好看的女孩，她很喜欢看辣妹，她每次看了以后都会叫我一起，她说你看那边有个辣妹，她好好看。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把头先抬起来，先往反方向看，再看正确的方向，永远这样，先往反方向看，再看正确的方向。为什么我永远知道反方向在哪儿？因为我知道哪里是正确的方向，我早就发现了，我怕他生气，我不敢直接看。他发现辣妹，在我看来就跟慢动作一样啊！你看那边有个辣妹，我在地铁还没进站，一个虚影晃过去，我说那肯定是个辣妹。可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害怕他生气、嫉妒，也许是因为我把他想象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人。我潜意识里认为他和那个辣妹围绕着我形成了某一种竞争关系，这反而暴露了我的直男癌。原来我是一个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脆弱男宝。我想说的是，就人类在近100年才意识到了辐射的存在，但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死于辐射过量。1898年，居里夫人首次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居里夫妇因为长期暴露在放射性环境下，1934年，居里夫人死于白血病。但是早在1906年，居里夫人的老公，也就是居里，死于车祸。这个和我要说的没有关系，我只觉得居里这哥们儿死的挺有意思的。他甚至不是死于汽车祸，是马车祸。还有一个死于马车祸的是商鞅。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我一直以为居里夫人的名字就是居里，后来我才知道，居里夫人遭受了2种辐射。居里夫人遭受了镭辐射，而玛利亚女士在遭受了父权辐射的影响下变成了居里夫人。听我说完啊，父权对我们的影响是难以察觉的，你们懂我意思吧？但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就是可以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哎，算了，你们以后就懂了。我去消炎了，谢谢大家，我是张俊。张俊，大家好，我是王大刀。我非常爱我的家人。我的表弟在7岁的时候就给20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开头的第1句话放在现在就会被喷死。今早我睡眼惺忪，我睁开双眼，我大声问道：“老婆，饭做好了吗？”我的大姨夫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大姨新买了一个尿壶，他就死死地盯着那个尿壶。这个是啥子？
我大姨说尿壶哪儿来的？买的。买来干啥子？我大姨已经想骂人了。喝水。我大姨老是催我生小孩，她说：“大刀，你这么好的娃娃，这么好的基因，不结婚不生娃娃，真的天理难容。”我说：“大姨，我以后50岁会生10个，到时候全部给你带。”大姨说：“要是有一天我突然走了，就是被你气的。”我当时觉得很生气，我很生气。大姨看到了，她觉得自己说错话了，氛围不对了，她就会做一些事情来转移注意力。她说：“哎呀，跳舞，不要生气。”很突然。家传的。再一次见到大姨和大姨夫，已经是在灵堂上了。他们还活着，他们还活着。去世的是外公啊，85岁喜丧，请鼓掌祝贺吧。我们从外地赶回成都，每个人都很累，眼睛很痛，黑眼圈很重。所有人里气色看起来最好的是化了全妆的外公。7月的四川格外的炎热，大姨在算着葬礼用的钱，三姨在招待着来看外公的客人，大姨夫一个人站在灵堂门口。好热哦，好热哦！我大姨本来死了爹就烦，有个人在那儿吵就更烦了。你用那个花圈噻，那个风大，全是阴风。他说完之后又觉得自己说错话了，本来坐着的，哎呀，太烦了，跳水儿。跳绳啊！他手里没有绳，我们全家人在灵堂门口大笑，所有人除了外公。外公是去年去世的，今年我回家过年的时候和妈妈一起睡觉，我在那儿默默流泪。我妈说：“你还不睡觉？”我说：“妈，我想到外公去世了，你以后也要死，我好难过哦。妈，你死了以后，你的钱是不是都是我的哦？”我妈说：“老娘以后至少要活到96岁，你天天吃外卖。”我们两个以后哪个的钱是哪个的，不一定。第二天，我和表弟散步，路过了外公生前住了10多年的那家医院。我们每年都会去看外公，几个兄弟姐妹去那儿打卡。今年不用去了，挺难过的，挺想外公。表弟看到了，他说：“王大刀，你又在伤心难过什么啊？想啥呢？看我行吗？看我，小穗儿。”我想聊家人死亡和笑话，因为我老是想到一个时刻，是在外公去世第2天后，我们几个同辈的小孩带着外婆吃火锅。对，没有什么能阻挡四川人吃火锅。外婆坐在我旁边，我记得她每年都会去把白头发染成黑头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没有去染头发了，她头上全是白头发，腰很弯，吃着嫩牛肉。
我当时想到外公去世了，外婆以后也会走，我就很崩溃，我很难过，我太想哭了，但是我不能哭，因为我一哭我就是嚎啕大哭，我一定把那个红汤哭成清汤。我当时想，求你了，我的眼皮不要再眨了，求你了，我的扁桃体不要再痛了，求你了，我的泪腺不要再分泌了，我真的不想要流泪，我真的不想要流泪，我快窒息了，谁能来救救我？谁能来救救我？表弟说王大刀你在干嘛？我说我就是没事，我就是有点热。他说你用了个花圈噻。那个风大，全是阴风。怎么第二遍还是这么好笑？我笑着把眼泪流下来了，我没有再嚎啕大哭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太好了，我得救了。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淡淡的忧伤，传统脱口秀，传统脱口秀，广志加油，广志加油！谢谢，大家好，我是广志。谢谢，最后一个了。首先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愿意到现场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节目播出是会经过剪辑的嘛，就那些不好笑的都会被剪掉，所以现场的好处就是不好笑的都能看到。你知道剪辑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的录制顺序随意调整。有一次当天没有录完，你们看到的选手的赛前采访是第二天又补录的，就是有些选手已经被淘汰了，还要被拉到镜头前面进行赛前采访。那个导演也坏，来跟你的对手放两句狠话吧。都傻了，然后哆嗦的站起来，我劝你明天最好不要选我。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剪辑这回事。我觉得剪辑是一把双刃剑。我之前对于营销号恶意剪辑的态度是无所谓，你别管人家恶没恶剪，你就说你说没说那句话，怎么就剪你不剪别人呀？直到有一天剪到了我头上。我去年去参加一个旅行节目，不知道你们有人刷到过没有？有一天呢，是给驻守在海拔5100米的边防战士送蔬菜。前一天呢，我们去了另外一座海拔4700米的雪山，大家都高反了，所以当天在3600米的时候，那个导演就提醒我们说，有反应了一定要说。我当时其实已经高反了，但我不想耽误整个团队的进程，我就跟导演逞强，我说3600米非常轻松。导演为了展示我的毅力，就把这句话播了出去。你们猜营销号是怎么剪的？他把我对导演说3600米非常轻松这句话单独剪了出来，然后自己配了个话外音，说边防战士节目里被轻视，明星嘉宾说海拔3600米非常轻松。那这句话里只有一个信息是真实的，就是我是明星。开玩笑，开玩笑。他这么剪，底下肯定就一堆人在骂我嘛。当然也有少数几个评论是替我说话的，说这不是纯纯的造谣吗？何广智算什么明星啊？一些不明真相的朋友就跑到我的社交媒体底下骂我，就是你给边防事业道歉，你什么东西？3600米不高吗？我心想，没有你的道德制高点高。他们就开始骂我，小丑，你知道3600米气温多低吗？你知道3600米氧气多稀薄吗？你知道3600米紫外线多强吗？我说那你知道边防战士驻守在5100米吗？也不怪有人骂我，因为那个人他断章取义的能力太强了。我自己看了一遍那个视频之后都觉得说我也太坏了。就他自己后期又配了很多我轻视别人的花字跟表情，就你根本分不清哪一个是原视频。就那会儿我多么希望人群中能有一个鲁豫老师留下一句真的吗？我不信。我很冤枉，因为我说那句话的时候心里边根本就没想边防战士，就刚才这句话单独被剪出来我又完了。那个视频的后半段主要就是在说明星没有文化，
大家一定不要像他们一样，我们一定要多读书。那么读什么书呢？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他是个卖书的，就是为了卖货嘛，怎么有流量就怎么剪。我就好奇这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博主？点进他的主页，我发现这是一些穿搭博主，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扣帽子和穿小鞋。还有的时候是音乐博主，喜欢带节奏和唱反调。但我觉得他们卖书呢，还算是有良知。就这场舆论风波里面是没有人吃亏的。营销号呢赚到了热度，而我有了素材。因为看了这个视频，一怒之下买了书的人，我觉得这些朋友确实需要多读点书。很憋屈呢，我很想解释。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刷到那个视频的，我就当面跟他解释，我说我们昨天去了4700米高反了，今天要去5100米。在3600米的地方只是休息。我朋友听完说：“停，你这个解释太无聊了。如果不是咱俩面对面的话，我早就划走了。”就说你的解释跟个小学数学题似的，是吧？目的地是5100米，此刻在3600米的地方休息。问小明会不会迟到？小明迟不迟到我不知道，正义肯定是要迟到了。你解释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的解释热度一般不高。想要热度高的话，还得找营销号转发。钱又让他们挣了，他们就是里外里挣钱，造谣一张嘴，辟谣也是一张嘴，一张嘴200万，真的营销号接一次活大概200多万，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就想在这里造个谣。有时候我就好奇，那些营销号为什么热度那么高？平时都是谁在看？我在看，我看热闹的时候可太不嫌事儿大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是不可能的。我上网的风格是走过路过吐口唾沫。大家听到这里能感觉得出来，你在娱乐圈想要生存下去，发言就必须要谨慎，你的发言被人抓住漏洞，就会面临出局的危险。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又爱说话又脆弱。有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是我们把行业干出了一种狼人杀的感觉。这就有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起来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手机热搜，我先看看昨晚是不是平安夜呀。我觉得娱乐圈就是一个巨大的狼人杀。开始不会玩嘛，那个时候谁最先在微博上发一篇小作文，我们都相信他是好人。后来脸就被打肿了吗？我现在对于第一个在微博上写小作文的，我都不敢轻易相信他是好人。我的态度是，先不着急站边，听一听后置位发言。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难玩，因为它没有一个真正的预言家。最喜欢跳预言家的就是那些营销号，动不动跳出来说昨晚我查验了4字艺人身份存疑，4字艺人昨晚夜不归宿，大家都相信我，所有人都相信他了。第二天他爆出来，漫才兄弟网吧包宿。太真实了，太真实了，真被拍到了呀！所以我打算以后不再相信营销号了，我要有我自己的判断。我这轮的发言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快结束了。最后我想说，我是个好人，谢谢大家。